大家好，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最近经常听一些朋友说，总是在输钱。那怎么才能做到赚钱？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哦，赚钱要靠市场强，强就干，弱就看。有时候亏钱可能是因为我们在逞强。那等下来聊聊比特币，目前的位置，我个人是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强。强势的比特币你要怎么买？或者是狗狗币、以太坊，这一两年我们要逞强。尽量还是要控制头寸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YouTube 视频，回顾一下2年之前的一些比特币的视频。怎么在这一个市场里面赚钱？首先，你对比特币的大方向，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估计。比如2年之前，也是跟很多朋友讲，美国一些官员他是有提到啊，比特币让美国感到安全，比特币有可能未来会成为战略储备哦。包括2年之前是跟大家讲，比特币当时在15K 到20K，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头肩底的结构。所以趋势突破的时候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，也就是月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来跟踪一下。其实比特币历史上的熊市，它下跌总是会有一个月线里面这么大的一个看涨楔形的结构。几波熊市，2018年的这个熊市，它这种下跌时间1年，差不多13个月的时间，从顶部到这一个底部的位置。时间是13个月，而且这种楔形就是主力在刻意打压，让散户手上的比特币全部卖给主力，然后就可能开启这种大级别的牛市。以及我们看一下，反正2021年到2022年的这个熊市下跌到底部，它也是13个月的时间。以及我们看一下2014年的这个熊市，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看涨楔形的结构。那楔形的结构，历史的经验，反正只要趋势突破，你如果底部不敢买，趋势突破的时候，那就要认知啊，历史上的经验，只要趋势突破，比特币的大长线，这就是强势的信号啊。所以比特币这一波牛市自2023年初，也就是月线里面的这一根 K 线趋势突破的时候，这就是强势的信号啊！比特币目前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势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波牛市的趋势，是一直维持在就是非常标准的这一个趋势线上面。那既然强势的品种，你就给我干啊，一路给我干啊！有下跌，强势的标的，它在弱势的时候有下跌的位置，你要大胆的给我干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目前的比特币，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强势，因为这2条非常重要的均线，一个是绿色的这一条是欧美的主力非常看重的主力生命线，就是50MA， 这一条50MA 跟200蓝色的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欧美的那边的年线。那我们看一下比特币为什么强势？你可以看一下熊市的时候，这一个50MA 死亡交叉200MA 的时候，长达1年的下跌。那如果你看趋势，它突破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敢买，这个50MA 跟200MA， 它可是1年的下跌，黄金交叉这种信号就代表非常非常强势的信号。在回撤的低点，或者是当时这个位置硅谷银行，就是这一波牛市我最后悔的一次。当时在这个低点是跟朋友们讲跌不下去，但是我当时是没有继续开闭本位的多单，因为本来这一波牛市我是觉得底部买到了，或者是15K 能做对一笔多单的利润，感觉也就满足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Discord 交易群之前这个小组，也就是2023年3月份的时候，硅谷银行倒闭的位置，其实也是跟很多朋友讲，你交易做到成熟，如果做到5、6、7、8年甚至10年以后，有些消息可能给你的参考不一定会那么大。
你估计都会有一套自己的交易系统。当然，消息也是可以参考。比如之前硅谷银行倒闭的时候，很多人是认为完蛋了。当时是跟很多朋友提到，传统的金融市场银行都能倒闭，那比特币是干嘛用的？你如果银行倒了，有些资金可能就来这一个比特币嘛，比特币它不是不会倒嘛，所以当时也是非常的后悔哦，就是在这一个低点的位置，它踩200MA 的时候没有去做多。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判断比特币大长线你要判断对，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标的，强势我们就干啊，怎么干？干在波段落实的位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当时这个底部不是一直判断吗？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头肩底的结构，那后面比特币几次压回到 25K 的时候，也是跟大家讲，波段弱势的位置它是强势的品种，你要大胆的干啊，干在这种你去判断它支撑的位置啊，颈线的支撑嘛，或者是你如果不敢干的话，黄金交叉绿色的线1年1次啊，交叉这个200MA， 价格上来你要大胆的干，后面也是继续涨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包括当时 49K、50K 强势的标的，你要干在波段弱势的位置，或者是找前面的几个支撑区，前面的一些支撑区，你要大胆的干啊。或者是不敢干的话，50MA 黄金交叉200MA 也是继续一大波的利润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一大波牛市1年1次，2023年1次黄金交叉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2023年，然后这个位置是2024年黄金交叉，它反正也是大涨。那现在的比特币，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强势，因为它这个50MA 可是2025年度1年只有1次的黄金交叉。那为什么很多人却认为比特币这个位置会是顶部啊，或者是世界有没有可能爆发3次战争？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战争我的观点是也不用去管啊，就算它真的有下跌，也是比特币非常非常大的机会。或者是短线我们尽量就先观察吧，它这个50MA 短线是一直在支撑，当然也不排除如果要往下跌，我估计有可能还是在整个区间里面盘整。然后我们来跟踪一下比特币 ETF 最近的数据啊，价格是在盘整。那你有没有发现贝莱德的 IBIT 反正最近几天还是一直在买啊，13号、16号、17号，反正连续5、6、7、8天了，全部都是在买。以及我们看一下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，我们看一下这条绿色的线啊，反正交易所比特币的钱包是一直在减少，数量有可能估计后面都要跌破200万枚的比特币。那既然比特币已经被很多富豪都快给搬空掉，买完以后这些富豪可能就不想卖哦。所以长线我的观点是尽量看涨，或者是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短线，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上一次关税贸易战 75K 的时候，交易群或者是视频，包括推特上面也是提醒，我是继续在做多买入，一大波利润到现在。上一次这个位置也是利空，就是伊朗跟那一个以色列。那这几天有没有可能升级为3次世界大战？不希望战争哦，因为战争的话，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短线的图表。这2天是有聊到，最好这个位置 ABC 盘整已经结束了。当然西岸我们也要预防它有没有可能走1、2、3、4、5，或者是西岸这个位置已经是 ABC 3波结束，低点3个低点是更高，那或者是日线昨天下跌，要跌早就应该跌了，它现在是来了一根多头的抵抗，所以这个位置目前我的观点是比特币还是多头的市场。包括我们看一下下跌的时候，也就是这2天，主力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的地址是继续买了900多枚。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指标吧，为什么比特币还是非常的强势？ MACD 指标它是在0轴上方，而且这一个红色的柱子也是几根了，我是没有认真去数啊，它这边已经是26根了。那有没有可能，如果短期只要上涨，它这个红柱继续往上收缩的情况下到30根，
30根左右有没有可能比特币这一个 MACD 指标来一个黄金交叉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其实强势的标的目前还是在比特币啊，山寨币什么时候会来？有些朋友也是让我多聊一聊狗狗币。那我们看一下前面上涨到高点以后下跌，也是没想到又跌到这下方或者是主力的成本区哦。那短线有一个好的现象，我们尽量先观察吧，狗狗币收盘的价格，或者是不要超过3天收在这一个支撑下方。这2天是有一些下影线，而且下跌它指标是在背离。那有背离的位置，我的观点是，一般也是会有转折，或者是不转折的话，我们先观察狗狗币在这个位置会不会盘整。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以太坊。以太坊其实趋势它是算是一个强势的趋势，因为中线的低点是更高，只是目前的位置短线以太坊前面在2800的时候是跟大家讲要留意这个压力区。那现在我的观点是，以太坊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强势因为整个中线趋势是向上的，只是短线目前也是受到比特币的影响，以太坊也是在盘整。那尽量先观察吧，这几个低点要不要看，或者是中线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，你观察这个2300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。